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明天就是大年30啦，先给各位拜个早年。我今天呢也要收拾收拾，回老家吃团圆饭了。所以这几天的视频呢，咱们主打一个随缘。大家也趁着假期放下手机，多陪陪家人哦，多出去走走。不过咱们这边欢天喜地的过大年，海峡段的台湾上啊，却是妖风阵阵，邪气冲天。那就在前2天台湾那边出了个大事。那个敢说真话，被称为原住民女战神的高金素梅，竟然被赖清德手下的锦衣卫给办了。又是搜查，又是约谈，最后还要交个100万新台币才让回家过年。那这个事一出来好家伙，整个岛内那是炸了锅了呀！他哪也是查案啊，他这就是在立威啊！他是在告诉我岛内的所有人看见没？连高金素梅这样的硬骨头我都敢啃，你们谁还敢跟我咋咋呼呼？那今天咱们就看看赖清德到底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了，也看咱们大陆这边是不是到了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了。咱们得先琢磨琢磨，赖清德这老小子怎么就这么急着到处咬人呢？一上来就搞什么整风运动，搞绿色恐怖，为啥？4个字儿，做贼心虚。你想现在这个两岸是个什么形势？大陆这边的军舰、飞机，那都是隔三差五就去台湾岛周边遛弯。他现在最怕的不是外面的兵马，而是家里的内鬼。他总觉得这个岛内到处都埋伏着大陆的第5纵队。那啥叫第5纵队啊？就是一旦打起来能从内部给他开城门的人。在他眼里谁是第5纵队？高金素梅是，洪秀柱是，蔡正元是，甚至只要你说一句我是中国人，那你就是。所以从这个去年开始，这个赖清德就像得了这个被迫害妄想症一样他把大陆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然后就开始修法搞什么反渗透17条，搞什么国安师法。这些法条是干嘛的？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嘴上上封条，给统派脚上戴镣铐。你看这1年多他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先是欺负这个陆配，又要查人家背景，又要限制人家权利。那人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就成了特务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老将军高安国，判了7年半，那也是个快80岁的老头子就因为喊了几句统一，就要把这个牢底给坐穿。现在终于轮到高金素梅了。为啥选这个高金素梅因为这个大姐太猛了，她是原住民代表，那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你赖清德没法说她是外来政权而且她这个嗓门大，威望高，在这个立法院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赖清德早都看他不顺眼了，就像这个嗓子眼卡了根鱼刺，不拔出来难受所以呢，这次所谓的调查，所谓的100万交保，那就是个借口，就是要把这个高金素梅搞臭搞垮，让他闭嘴。这就是赖清德的算盘杀鸡给猴看。他想告诉岛内那一帮想统一的人，都给我老实点不然下一个就是你。但是这个赖清德千算万算，算落一件事儿，那就是兔子竟然还咬人呢，何况那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统派干将。高金素梅那是好惹的吗？人家说了绝不屈服司法迫害。连这个民进党里面那个出了名的大嘴巴，爱上反调的王世坚，这一次都站出来说我相信高金素梅。你看连这个狄英利都有人看不下去了可见这个事儿做的有多恶心。但是最解气的还得是咱们的洪秀柱大姐，人称小辣椒，这个外号可不是白叫的，那是真辣。洪秀柱直接在脸书上发了长文，题目就起得吓人揭竿起义，伐无道，诛滥权。哎呦喂，这个词儿用的那是相当有古风啥叫揭竿起义那是陈胜吴广干的事儿那是被逼得没活路了拿这个竹竿子都要跟朝廷干仗伐无道就是说你赖清德不讲道义，缺德带冒烟儿。那诛滥权就是说你滥用权力，该杀。洪秀柱这个文章写的那是字字泣血，句句带刀。
他说自己看着现在的台湾，那是痛心疾首啊。他说民进党这帮人搜查侦办手段之粗暴，简直就是土匪下山。这哪也是法律啊，这就是政治警告，这就是在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洪秀柱看得很透，他告诉台湾老百姓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事跟你们没有关系。今天他们抓高金秀梅，你不说话；明天他们抓洪秀柱，你不说话；后天他们抓你的时候，谁替你说话？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如果不现在站出来反抗，大家伙早晚都得成赖清德案本上的肉。我觉得朱姐这个话说的真是太到位了。赖清德现在就是在搞温水煮青蛙，一点点的把反对的声音都给掐死。那等到这个岛内真的鸦雀无声了，那就是他搞台独狂欢的时候了。所以吧，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人吼一嗓子，把这锅温水给他掀了。那除了洪秀柱，蔡正元也跳出来了。他说起这个赖清德来那咬牙切齿的劲儿隔着屏幕都能闻着火药味儿。那这次蔡正元是真的急了他直接给大陆支了一招。这一招吧，那是相当的生猛。他说大陆应该警告这个赖清德，你敢办高金素梅，大陆明天导弹就会炸掉凯达格兰大道。嚯，这话一出估计不少人都得吓一跳。凯达格兰大道在哪儿？那可是台湾那个所谓的总统府的大门口这是要直接斩首的节奏吗？有人说这个蔡正元这是疯了是激进。但是我跟你说你得听听他背后的逻辑。这蔡正元他为啥这么说因为他看透了民进党的本质，畏威而不怀德。你跟这帮流氓讲道理没用，他们耍流氓比你在行。你跟他们讲法律更没用，法院都是他们家开的。那你跟他们讲情怀还没用，他们连祖宗都不认，还跟你讲情怀。这蔡正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的恐惧才能让这帮台独分子停手。那只有让他们感觉到，只要感动统派的一根汗毛，头上的悬剑立马就会掉下来，他们才会收敛。他还说了一句更狠的话如果大陆在高金的案子上无所作为，以后就不要再讲统一台湾了，可以直接回家睡觉。这个话吧，虽然难听，但那是话糙理不糙那现在这个岛内多少双眼睛看着呢统派在看，中间派在看，台独分子也在看。如果高金素梅这么大的人物被整了，大陆这边呢一点反应都没有，那统派的心不就凉了吗？那台独分子不就更嚣张了吗？他们会说看吧，大陆就是个纸老虎，根本不敢把我们怎么着。所以呢，蔡正元这是在用激将法也是在发一种求救信号。他是真的怕这个统派的力量被一点点的蚕食干净。那咱们说说面对赖清德这步步紧逼的杀招，大陆这边到底该咋办？光发个声明，光谴责两句，说实话老百姓都听腻了。这赖清德估计也是听出茧子来了。那很多网友都觉得蔡正元的话虽然激进，但是有个理儿是对的得有实质性的动作。他们认为首先这个账本得记好了。咱们之前不是拉过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吗？现在这个范围得扩大，凡是参与这个迫害统派的，不管你是什么法官、检察官，还是背后的政治黑手，通通拉清单。而且要明确告诉他们这笔账终身追责。别以为你在岛内作威作福就没事了，等到统一那一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给揪回来。其次，这个钱袋子得支棱起来。有人就建议说大陆可以搞个统派支援基金，这个主意太棒了你赖清德不是罚钱吗？不是要搞什么经济封锁吗？行，台当局罚多少我们就讲多少，甚至还要双倍讲，绝不能让爱国的人流血又流泪，那绝不能让统派因为坚持统一而穷困潦倒，得让他们知道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在撑腰，家里有矿，心里不慌。那还有就这个肌肉得练得更勤快点就像那个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这种呢还得搞，而且得搞得更逼真。蔡正元说炸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那是气话，
但是咱们的军舰、战机得离那个红线啊更近一步，得让这个赖清德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那把剑已经贴在他脖子上了，只要他敢乱动啊，立马就让他见红。那再一个呢，舆论战得打到这一线去。现在这个岛内的媒体大部分都被民进党给控制了，那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咱们得想办法呀，利用这个新媒体、短视频，把这个真相给传过去，把这个洪秀柱的檄文，把蔡正元的怒吼，把高金素梅的冤屈铺天盖地了发给台湾老百姓看，要打破他们的信息封锁，让这个台湾民众都知道你们选出来这个赖清德呀，正在把你们往火坑里推。那最后呢，咱们还得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对同伴那是春天般的温暖，什么就业啦、创业啦、上学，只要这个同胞愿意来咱们敞开大门欢迎，待遇给足。那另外一方面对台独那是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要让岛内分化，让大家看清楚，跟着大陆有肉吃，跟着赖清德只有炮灰当。那各位，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理儿，赖清德越是疯狂，越说明他离灭亡不远了。你看这个历史上哪个搞独裁、搞这个恐怖统治有好下场他现在就是这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高金素梅被整吧，这个事儿是个坏事，但是也可能是个好事。为啥？因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遮羞布全扯下来了。那他让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民进党假民主真独裁的丑恶嘴脸他会让更多的台湾老百姓觉醒，会逼着岛内的统派更加团结。咱们大陆这边呢，既要沉得住气保持战略定力那咱们的时间表路线图不能乱，但是该亮剑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不能让咱自家的孩子在外面受欺负，这是底线。那洪秀柱喊这个揭竿起义这是一种悲壮的呼号但是我相信，只要咱们两岸中国人联起手来，这股子邪气它长久不了。赖清德想搞这个绿色恐怖来续命，那是做梦。等到那一天惊雷炸响，咱们再看他赖清德还能往哪儿跑。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你觉得大陆会出手吗？咱们就拭目以待看这出戏怎么个收场。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